Tu-22是苏联图波列夫设计局所设计的超音速轰炸机，除了担任轰炸任务以外，也担负侦察、电子作战与攻击航空母舰战斗群等任务。Tu-22最初设计的目的是要取代当时苏联服役中的Tu-16轰炸机，以超音速的飞行性能突破防空网和空中拦截，对欧洲的战略目标投掷核子武器攻击。在1950年到1953年之间，图波列夫设计局曾经研究了多种不同任务的超音速飞机设计，包括战术攻击机、侦察机、中型与重型轰炸机等等。等到1954年Tu-16轰炸机进入量产之后，苏联官方正式将下一代超音速轰炸机的发展计划交给了该设计局来进行，于1958年6月进行原型机的第一次试飞。Tu-22的主翼是中低单翼，为了超音速冲刺性能的要求，后掠角为55度，水平安定面与主翼位于相同的高度，机翼内侧的后方在两边各有一个狭长的整流罩，起飞后机轮向后收藏于此，鼻轮也是向后收起于前机身，两具涡轮发动机位于单垂直尾翼的底部。这种安排与 B58 安装在机下方或者是 Tu-16位于机翼根部的设计有很大的差异。安装在较高的位置可以避开来自地面的异物伤害，也可以减少机翼与前机身对于气流的影响，不过在维修方面非常不方便，也会降低尾部结构的寿命。Tu-22是苏联第一种可以水平超音速飞行的轰炸机，为了取得较大的作战半径，仅有在最后阶段才会有 1.5 马赫的空速冲刺，其他时间则是以次音速飞行以节省燃料。基于高速飞行的需要，机身截面积尽量减小。3位乘员的座位是前后纵列的形态，进出飞机都需要从机身下方先坐上各自的弹射椅，然后推送到机身内部。这3具弹射椅都是向下弹射，因此在地面和低高度的时候是无法操作。最前方的座椅是导航员，他在机身中的位置是在飞行员的前下方，中间是飞行员，最后是通讯导航员。苏联空军最初的生产计划是在1961年生产12架 Tu-22B 轰炸机与30架 Tu-2R 侦察机型，然后试飞的结果以及一些问题，最终仅有生产15架 Tu-22B。这些飞机于1962年拨交训练单位开始服役。虽然是苏联第一种超音速轰炸机，由于性能不理想， Tu-22与它的美国对手 B58 轰炸机类似，生产时间和产量都不高。从1957年开始到1969年之间，一共只有生产313架各型 Tu-22。由于 Tu-22本身设计不良，很快就被后续机种 Tu-22M 取代。最后在苏联解体时，剩余的 Tu-22机队分别被俄罗斯和乌克兰接管，并在1990年代除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从盟友苏联引进了 Tu-22轰炸机，但是并没有配备 KH-22飞弹反舰巡航飞弹，因此只能当作常规炸弹载机。不过这不妨碍它身为战术轰炸机的功能。当时伊拉克和埃及是中东唯二拥有战术轰炸机的国家，都有 Tu-16与轰6，轰6也只能配 C601，但是它们仍然是战术轰炸机。在两伊战争第一天，一架 Tu-22轰炸机炸毁了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的储油罐，使得伊朗空军短时间内油料不足。后期伊拉克与伊朗双方对对方的城市和波斯湾的油轮的钻油平台展开了无差别的飞弹攻击。在袭城战中，伊的 Tu-22和飞毛腿飞弹大量轰炸平民，伊朗也用飞毛腿报复。伊空军喜用 Tu-22的 FAB9000炸弹进行高空甩头，来实现小程度的防区外打击，以至于该炸弹供不应求而开启了国内生产，称为塞纳尔9。伊拉克使用射程不超过200公里的海鹰反舰飞弹、C601反舰飞弹、飞鱼飞弹以及带常规炸弹的 Tu-22投入对波湾油轮船队的猛烈攻击。最后，伊军 Tu-22、Tu-16与轰6在波斯湾战争中全数被摧毁，仅剩1架轰6进入了21世纪。